大家好，我是米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5月6号 ，IRS 发布了一个通知，说收到 IRS 错发钱的人赶紧还钱。其中特别强调了非居民的外国人是没有资格领取补助金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重点聊一聊在税法之下居民的概念，哪一些外国人可以算作居民？特别介绍一下 Substantial Presence Test， 带大家一步一步计算你能不能算作居民。税法对于居民的定义和移民法里面是很不一样的。在税法中，如果你不是公民，那你必须要满足 Green Card Test 或者 Substantial Presence Test 中的一个，才能够被看作是居民。这其中 Substantial Presence Test 可能是大家比较陌生的一个概念。Substantial Presence Test 是通过计算一个人在美国的居住时间来判断他是否可以算作美国居民。它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是计算公式，第二是 exempt individual， 也就是哪些人即使是满足了计算公式的要求，也不能够算作美国居民。Substantial Presence Test 的计算公式有两个条件要同时满足，第一，在本年度至少在美国居住超过31天，第二，在最近的3年内在美国的居住时间累计超过183天。可是这个累积不是简单的加法，本年度的时间可以全部算在内，前一年的时间可以算1/3，前2年的时间只可以算1/6。比如说在2017、18、19年，你分别在美国居住了120天，那么在确定你在2019年的居民身份的时候，你 Substantial Presence Test 的计算就是2019年的120天，加上1/3 2018年的120天，也就是40天，再加上1/6 2017年的120天，也就是20天，这样你总共累计在美国居住了180天，所以2019年你还是不能算作居民。在这样的计算条件之下，绝大多数的国际学生应该也是满足要求的，可为什么 IRS 还嚷嚷着国际学生不是居民呢？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的国际学生都算是 exempt individual。当你是 exempt individual 的时候，你在美国居住的所有时间都不能够算在 substantial presence test 之内。也就是如果你是 exempt individual， 即使你全年都在美国，在 IRS 看来，你在美国的居住时间也是0。exempt individual 的学生身份包括 F、J、M 和 Q 类签证，减免时间是5年，所以国际学生要在美国待满5年后才可能算作居民。同样，算在 exempt individual 里面的还有持有 J、Q 签证的老师和培训员，这类身份的减免时间复杂一些。如果你在之前的6年内有2年都在美国，那么在本年度你不再是 exempt individual， 或者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你需要在之前的6年内有4年都在美国，才可以在本年度算作美国居民。另外2类减免人员是其他国家的政府相关人员和赴美参加比赛的专业运动员。看完这些，你能确定你是不是居民了吗？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请留言告诉我。非常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喜欢的话请给我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